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呢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耶稣说的不是不要忧虑，而是不要为明天忧虑。人为什么会为明天忧虑呢？因为明天是不确定的。当人在小孩子的时候呢，他们的安全感是来自对父母的依赖，即使他们对周围的一切都一无所知。记得多年前呢，曾经到加拿大东部旅行，那个时候孩子还很小，但却很兴奋，总是爱到处跑。不过呢，他却忘不了不时地回头看，就是确认父母是否在他的视野之内。而对于我们成人来说呢，对自己想到的一切，包括对明天的确定性，那就是我们的安全感。然而人世间呢，却没有那么多可确定的事情，像我们每一个人能活多久，没有人知道；像坐飞机，航班是否能延误，也没有人知道；甚至某一天出门会不会遇到车祸，都不知道。记得在中学时代呢，每次的考试呢都是不确定的，但是当人呢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那个结果，或者使那个结果变得更好一些的时候，就没有人为此抱怨。人在年轻的时候追求女友，也不会抱怨那种不确定性，因为自己的努力会使那个结果变得确定。然而有些事情的不确定性不是我们的努力能改变的，或者说不是在我们所能控制的，人就会因此而恐惧。就有一位心理学家呢讲过这样一个实验，说在一个人身上连接了很多的电线，说当告诉这个人有50%的机会会遇到电击的时候，这个人就会很恐惧。然而当他被告知被电击的机会是100%的时候，他却反而没有那么恐惧了。可见人对不确定的恐惧甚至超过了对真实痛的恐惧。心理学家讲呢，因为那种不确定性被我们的思维解读为潜在的威胁。在我以前的视频中分享过自己的经历，我也曾因为某些尚未发生的事特别的担心，当时的情绪呢有些负面，想到了最糟糕的可能性，但实际的结果呢却没有想象的那么糟。据说这种思维模式呢具有普遍性的，就是人宁愿相信最坏的情况，而让实际的情况没有那么糟，而不愿意料想一个好的结果，而让实际的结果令人失望。这就是人在回避不确定性的方式，也是人的选择。我注意到呢，圣经中的以色列人的故事中，当那12个探子从迦南回来，在众人面前带来2种完全不同的声音，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众人宁愿选择去相信那迦南地就是吞吃人之地这样的负面的信息，而不愿意相信约书亚与迦勒带来的鼓励人的信息。就是他们宁愿选择相信那里的情形是糟糕的，而不愿意心存美好的盼望。虽然这是一种自怜的思维方式，但是人呢，因为这样做而付出的代价，那就是使他们失去了好的机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上帝没有阻挡他们进入迦南，他们这样的心态也最终使他们得不到那地，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会努力地去争取连自己都不相信的事。我们的大脑会对不确定性有恐惧感。有人说我们的大脑会接受熟悉的地狱而拒绝不熟悉的天堂。我想这也是当年以色列人的心态，他们熟悉的是埃及，即使那里是他们的地狱，但迦南呢是他们不熟悉的，即使探子说那里的出产是丰富的。以色列人的经历呢，使我们看到，当我们不愿意接受未来的不确定性，那实际上就是在摧毁我们的未来，至少是我们失去了那可能的蒙福的机会。我在以前的视频中分享过，在几年前疫情期间曾经去商店退货的一个经历。
因为当时呢存在着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内心确实经历了恐惧。但从信仰的角度，任何事情当自己止步不前的时候，即使上帝已经开了路，那也无济于事。可以想象，如果当时的摩西呢，因为这样的恐惧而拒绝回到埃及，那整个出埃及的伟大计划都将无法实施。所以最好的选择是给上帝祝福自己的一个机会，那就是去尝试，就是敢于迈出第一步。就像彼得呢，敢于挑战那种不确定性，而尝试在水面上行走。这种尝试的益处呢，就是经历上帝的拯救。而以色列人不敢尝试进入迦南，那就是他们的遗憾。他们准备了40年，才再次有机会进入迦南。经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因为那条路是你们从来没走过的。信仰的道路就如同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那是人从来没走过的，也是从已知的走向未知的道路。有人说，圣经中的上帝的应许呢，都是不能证明的，是叫人无法相信。但换个角度的思考这个问题呢，在现实中呢，有些事同样只能选择相信或者接受，因为无法事先证明。比如疫情以前呢，一些人对金融市场十分的看好，而选择投资。但疫情呢，以及之后的经济低迷，是之前没有任何预兆的。财务损失带来的痛苦使人抱怨，但这种突变呢，却使人对不确定性恐惧。同样呢，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也同样充满了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两个人谈得来呢，可以建立关系，但在时间里面却是不确定的，因为没有人知道这样的关系随着岁月的改变会变好还是会变差。体育项目更是具有不确定性，但那种不确定性呢，正是它存在的意义。所以我理解呢，上帝虽然能够看透一切，但他却愿意为自己留下不确定性。一个呢，就是赐给人自由意识，也就是这种不确定性，我们的生命呢才会变得丰富多彩。上帝派摩西呢去见埃及法老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同样尊重法老的自由意识。上帝不需要预知法老的每一个回应，但上帝呢却有这样一个坚定的不改变的信念，那就是最终会将以色列人带出埃及。所以他准许法老在所限定的范围内做出任何的回应。但对以色列人来说呢，仅仅是因为法老决定做砖不给稻草，就把他们吓坏了，而大声的抱怨摩西。摩西呢也同样抱怨上帝，因为他们的心态呢是缺乏接纳不确定性的能力。我们以前所接受的教育呢，尤其是在学习数理化的过程中，我们被告知呢，任何问题好像都有答案。我们不仅被要求要记住那些答案，而且被教导要如何找到那些答案。所以这种思维方式呢，使我们无法接受生命中的不确定性。有些人相信呢，在上帝一切都是确定的，一切都是肯定的，只要人去支取。于是生硬地将确定性带入了不确定之中。比如他们为病人祷告，就一定要相信并得医治。在圣经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约伯的朋友，因为他们自己所持有的确定性，而论断约伯是有罪的。但事实呢，就是事实，并不是因为人是否确信而改变。箴言中有这样的经文：不要为明天自夸，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何事。为明天自夸，就是人将自己心目中的确定性带到现实中。耶稣讲过一个为明天自夸的比喻，那个故事呢，是讲述了一个人为自己的明天计划了很多，却不知道自己的死期是什么时候。其实上帝的旨意在很多时候对人来说是一个难解之谜。在信徒中呢，也曾经看到有人花很多时间在讨论人是否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我个人认为这样的讨论的意义不是很大，
因为圣经没有这样明确的宣告，那就是在宣告一种不确定性。或许上帝呢出于怜悯，使得那些一次得救的人最终也被拯救了，但那只是出于上帝的怜悯，而非他的应许。所以非要用人所理解的逻辑去给出一个确定的判断，恐怕那就如同是约伯的朋友，因为那样的判断最多也就是满足人自欺欺人的需要。所以我们的心态呢，不是努力去相信具体的事情的确定性，就是事情的成败、疾病的医治，因为这一切呢都同世界上其他事情一样是不确定的。我们也不需要回答为什么某件事会临到自己，为什么我会得这样的病等这样的问题，因为那些谜团都是属于上帝的奥秘。雅各书引用了耶稣讲的那个财主的比喻，但他就强调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片时就不见了。你们倒应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能活着，我们可以做这事或者是那事。所以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中，我们能够确信的，那就是我们与上帝的连接。因着这样的关系，任何临到我们的事都不再会是世界末日，我们总能在上帝的帮助下走出来，就像摩西最终从法老那里走出来。因着他的怜悯，或许我们的疾病得医治，我们的财产得到保守。这可以说呢，就是在不确定中创立内在的确定性。有经文说，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